Hello，大家好，飞度改魔术座椅啊！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我这台飞度改装魔术座椅的全过程。很多人都说啊，魔术座椅才是飞度这台车的灵魂，但是我的这台车呢，因为它是一个手动挡，它是一个最低的配置，所以它没有魔术座椅。在我用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发现了很多的不便，有的时候真的希望能有一个魔术座椅。魔术座椅的好处有很多，我相信大多数的飞度车主都想拥有魔术座椅，但是3代飞度这个车呢，只有最高配的车型，也就是顶配的车型才会配备魔术座椅啊，不像之前的1代和2代飞度低配的车都配备了魔术座椅。那3代飞度在这一点上呢，做的就有点小气了啊。那3代飞度改魔术座椅呢，我相信很多车友也已经改了，或者说还有更多的车友他准备改。那么我呢，已经在网上订购了一套飞度的魔术座椅啊。这个座椅呢正在物流发过来，那么等这个座椅到了呢，我就来给大家安装，然后拍视频。好了，我的座椅到了，德邦物流。这是螺丝。好了，我的飞度的魔术座椅就已经到位了，我已经把它拆箱了。然后检查了一下各个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配件也非常的齐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座椅的成色还是非常新的啊。这些都是配件啊，这个是角铁，支撑座椅的一个角铁，这两个是安全带卡扣。就为什么连安全带也要换呢？一会儿我们再来讲啊。这是这个地扣，这是2个地扣，然后这是2个靠背的卡扣，这还有4个原厂的卡子啊，看一下。这是一张皮，连皮都有，质感还是非常棒的啊！可以看一下，配件是相当的齐全。RS 座椅的这个花纹啊，这是纯正的 GDM 配件啊。咱们这个座椅是从日本拆回来的啊，非常的新。我感觉这个座椅啊，真的要比我那个原车座椅要好太多了。因为我这辆飞度是手动挡啊，手动挡是最低的盖中盖的版本，配置非常的低。我的那个座椅其实就是2块板，屁股底下1块板，靠背1块板，而且只有2个头枕。看一下这个座椅，3个头枕，然后其实它是2个，看可以分开的，它支持这边的放倒，那边的放倒，结构啊也要复杂的多。我看到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看这里儿童座椅的这个固定的地方，两边都有啊，两边都可以固定，里面有一个钢筋。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怎么被翻折的，对，这样子放下去可以放得很平。这是它的这个开关。其实这个座椅它还是挺复杂的，一些关节呀，一些机关呀。看一下这块儿，咱们现在来说一下这个安全带为什么要换啊？为什么不能用原车的？因为这个座椅啊，要翻起来要倒下去的嘛，然后这个安全带插扣会从这伸出来。当我把座椅抬起来的时候，再放下的时候，用这一款的话呢，它就会自动的归位，它会自动的从这再冒出来。这样的话，你系安全带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好了，在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日版的 RS 座椅呢？其实3代飞度想改魔术座椅，它的选择有很多啊。最便宜的就是众筹版的魔术座椅啊，也就是一个第三方的厂商根据原车的魔术座椅，它仿制出来的一个魔术座椅，那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它是价格最低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改缤智的魔术座椅。本田飞度的这款车呢，跟缤智属于同平台啊，发动机、变速箱几乎都一样，只不过壳子不一样。所以缤智的魔术座椅也可以被安到飞度的上面，但是缤智的魔术座椅安到飞度上会有一个问题，不能跟后备箱完美的平啊，它会高出来一点，也不会高出来太多，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完美。缤智的魔术座椅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中间这个地方可以翻下来一个扶手啊，这是它的一个优点。然后还有呢，就是飞度原厂魔术座椅了。原厂魔术座椅配件真的很少啊，在市面上几乎是很难买到。所以说，飞度原厂的魔术座椅跟这个日版的 RS 座椅呢，其实价格是差不多的，也是这3种改装方案里面最贵的一种。然后我这也是个拆车件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成色也是非常的新，是从一个广东的车友那里收来的。
然后加上这些配件啊，这些配件也是非常的齐全啊，当时我都非常的惊讶，怎么能连小到这个卡扣都能给你配得如此之齐？说到这里呢，大家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它装到车上是什么样子呢？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动手，我将亲自把它装到我的车上去。我的灭火器放在这儿了，现在把它拆掉。安全带。看到这个卡子没有？这个卡子没有办法取出来，只有把它扳断，只有把它弄断啊，只有弄断，取不出来的。这种卡子是一次性的卡子。现在可以掰下来了。好了啊，后排座椅就拆掉了，看一下空间一下好大吧。这里面有好多脏东西，我的天哪，宝藏，还有钱呢，看到没有？港币。经过一顿打扫啊，看一下还是挺干净的吧。新的魔术座椅拿下来了，现在准备安装。这个配件啊，对，放在这里的，刚好完美。然后我们现在来固定这个安全带，就是安全带跟这个角铁是一起固定的，这两颗螺丝刚好卡，这个地方刚好卡一放。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皮子给它铺上吧。好了，现在这个皮子、安全带和这个角铁啊已经安好了。我们现在先来装个椅子来试试。好了，怎么样？平不平？这就是放平的状态，够不够平？翻起来。这个是放在这儿的，就是这个放下来就卡在这儿，看一下怎么装这个。哎，对了，这地方应该还有颗螺丝才对，我们看看里面有没有螺丝啊？这个里面。没有，我这个车里面，我这个车这个地方没有螺丝口。既然只有一个螺丝孔，那我们只能上一个了。看来还是有点不完美。啊？嗯。哎 ，OK， 嗯，
啊，好累啊！看这边可以放得更低，因为这半个座位没有中间这个凸起的部分。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座椅的靠背啊和这个后面的板子之间有个非常大的空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座椅还可以再往后靠一点。好，我们把它放下来，就是因为这个卡扣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卡扣也得换掉。然后咱们这个座椅还配了2个这个啊，替换它的，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非常的窄，然后这个非常的宽。咱把这个替换掉之后呢，座椅就可以向后靠了。拆掉了，对比一下，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还是扩过孔的哦。这就装好了，我们先试一下。可以看到啊，这边的座椅要比这边的要靠下去一点。胶条压回去。没问题。看。这个缝儿它就变得比较窄了，跟以前一样。座椅往后多靠了一点。来看一下，现在是放倒的这个状态。然后现在呢还有一点问题，有些地方还是裸露在外面啊。然后包括这个铰链、铰铁这块，然后这块也没有这个黑色的皮子的遮挡。然后我现在把座椅放成这个状态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这边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它配了块皮子。可以把这下面遮挡一下啊，然后还有这里就是这个地扣这个地方啊，地扣这个地方也裸露在外面，也得处理一下。咱们用这个皮革啊，效果，因为这个装上去，螺丝一上就把它压在这儿了。现在就是这一片，咱们绞上一片啊，垫到这儿，然后咱们就是这不是原车有2个螺丝孔吗？把皮子垫进去以后，把这2颗螺丝给它上，把皮子给它压上就行了。垫上皮子的效果。现在我们把螺丝上，对比一下啊，这边是垫过的，这边是没有垫的，是不是美观了许多？好了，现在后备箱全黑了啊，没有一块裸露出来的这种铁的颜色，非常的规整。好了，现在就算是彻底的装完了啊！咱们看一下这个安全带是怎么用的啊，给大家演示一下为啥要换安全带。这种抽起来的状态呢，它是蹬着的啊，咱们把它放下去，看这个安全带它能自动的归位，这边看还有这边还能自动的归位，包括咱们这样子啊放倒。然后再把它立起来，看这个安全带是可以归位的。还有这边放倒，如果你不换这个安全带卡扣呢，那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然后咱们把座椅这样子靠起来啊，后备箱也非常的规整。好，咱们的魔术座椅呢，就是把这个裸露的金属部分包了这个皮之后呢，咱们还有一个缺点啊，就是这一块
看，它是有一个这个空缺，咱们得把这块板子也给它换一块，因为咱们这个魔术座椅的话有一个原厂的板子，就是可以把这块盖住。咱们在网上订购的这个板子已经到了啊，我们现在给它拆开这一块板子，咱们来换一下，看一下啊。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块板啊，这个薄的这个是原厂的板子，这个厚的这个是我后买的，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这个要厚一些，厚实一些。就是它座椅靠起来之后，它是这样的，放下去是这样的。咱们来试一下，这样的。就是当这个椅子翻起来呢，它会这样子，翻下去的时候，它会把这一块盖住，大概是这样。然后全部翻起来是这样的。好了，我的这个魔术座椅就算是彻底的改装完了。到现在为止呢，我已经使用了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飞度这个车来改魔术座椅，你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和改装之后它带来的一个便利啊。咱们总结一下，首先大家也看了我的这个魔术座椅全套东西，包括每一颗螺丝，全部是买的原厂件，原厂拆车件啊。我没改之前呢，我以为我会非常完美的把这个魔术座椅装到我车上，就是完美的无损安装啊。大家在改车的时候都想要这个完美的无损安装，但是在我实际的操作下来之后呢，我发现是不行的。即便你所有的配件全部买原厂的，但是因为你的这个车是低配的车，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完美的装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车的车身上它的这个螺丝孔少了2个啊，少了2个，就是安地板的那个卡扣的那个螺丝孔，它少了2个，所以我的那个地板卡扣就只上了1颗螺丝啊，这是一个瑕疵。然后第二点就是我的车的这个车身的这个地板，当你改了魔术座椅之后，你原车的那个地板会露出很多的金属，所以我又买了皮革把它包了一下，这是第2个瑕疵。然后第3个瑕疵呢，我发现这个座椅会有异响啊，会有异响，大家听一下啊。听到了吗？听到了吗？这边也有。因为它是折叠座椅嘛，难免会有一些晃动。我不知道是我改了魔术座椅它会有这种异响，还是那些原厂就是魔术座椅的车它也会有异响。这个响声呢，就来自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不会响，它主要是它的这个卡扣这块啊，卡扣这块，我估计它是这个异响的来源。总的来说呢，还是挺不错的。当然了，优点就很多了。改了这个魔术座椅之后，你这个车的空间玩法会大大的增加哦。它有很多种组合，放平然后抬起，对吧？我每次洗车的时候，我就喜欢把它抬起来，然后让这个洗车的工人在拿我的这个脚垫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方便，他也愿意拿下去给我冲一下。把这个抬起来之后呢，这边也可以放很多大件儿，放个自行车呀，放个花盆啊什么的都可以。非常的好用。这个魔术座椅还有一个妙用啊，看，咱们这个地方有水，然后不方便站到那去。我现在开后备箱就很难拿东西，那么呢，非常的方便。虽然说很多车都有这个功能，就是这个座椅可以，是吧？这样子4、6放倒，但是我感觉非常好用，咱们一个手就可以操作。非常的好用。
很轻啊，很轻。还有一点就是，我换了这个魔术座椅之后就没有套这个座套了，因为这个魔术座椅的座套不是特别好配，而且我感觉因为这个魔术座椅它结构比较复杂，所以它套座套之后的贴合度啊肯定会变差，所以我决定不去套这个座套，就直接这样使用，裸奔，平常爱惜着点就行了。好吧，这就是我的这台飞度改装魔术座椅的一个全过程啊，希望这个视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如果大家开的也是这款车，也自己改过魔术座椅的朋友，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交流一下改装的心得以及一些使用的心得。那 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